你们谁能告诉我，这写的是什么？北宋风云啊！你不是说这期写北宋风云吗？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政治的一个高峰，有司马光、苏东坡，这么多名人都不写，你们不写文坛可以写政坛呀。你们倒是把那些胡编乱造的宫廷秘史都给写全了，这些东西跟历史有半毛钱关系啊！你没做过公众号，请别乱说。你去看看别的公众号都是怎么写的，我们这算好的了，至少还不算标题党呢。这些就是你们平时对工作的自我要求，对吗？眼光只是向下看，眼睛里只有比你们差的，对吗？哎呀，唱高调谁不会啊？但现在就这风气，大多数公众号那就是给家庭主妇看的，一边喂喂孩子，一边消遣消遣。你写深了他看不懂，你不了解外边形势，你还不了解他们的状态吗？说够了没有？你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没有关系，我不会计较的。但是今天你们这样的工作态度，你们自己那口饭有底气继续吃下去吗？为了博人眼球，连祖宗都忘了；为了这点可怜的点击率，连自己脸都不要了。你们有功夫在背后嘀咕别人，为什么不能把这点功夫放在工作中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呢？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写的这些文章，让我们的历史变成了被人随意践踏的东西，让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在别人眼中变成了废物，被别人看不起。你们还一个个瞧不起那些家庭主妇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，远远比不上那些家庭主妇。鼓掌啊，说的多好啊！哎呀，看不出来你还有点脾气啊。但是光说狠话没用，你这么大才，要不然你写一个我们学习一下。行，我写。要哭了吗？是的。张主编，你不适合待在这个公司。是我写的不够好吗？正相反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你真的是一个有大才的人，所以你真的应该离开。待在这种地方只能埋没你的才华，时间久了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，庸俗不堪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张主编一定是性情中人。你看咱们俩能不能一起做一些改变？不能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我也是正规学历史出身的，开始我也像你一样想真正干点什么，但是白扯。除了你自己，剩下的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是为生活所迫，只能在这儿混着，每个月那么点工资。那帮家伙写的东西狗屁不通，我知道，我不在乎，胡他妈 care 啊！只要老贾没意见，他们写成什么奶奶样我都能过。你行吗？你能吗？你是能混的人吗？再说了，你老婆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你何苦在这受这个气呢？你们家还不等着米下锅？
你这种大才的人，你完全可以，你就应该自己去干一番真正的事业。张主编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干一番事业。我们应该先带个头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公司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新气象了。合着我说这么多，你不信是吧？行，那你就去试试。你就把这篇稿子给老贾看，他要是说能过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你说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。去。贾总，我也是头一回写这种公众号的文章，如果有什么写的不足的地方，您尽管说。好啊。你看你这篇文章啊，大意说的是司马光为了打压政敌王安石，把赵飞燕外传这样的恭维野史内容都写进了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是吧？我觉得司马光和王安石相爱相杀的一生本来具有戏剧性，所以这不就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和感兴趣的话题吗？那好啊，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分析你这篇文章。首先，司马光，我想很多人知道的都是他小时候砸过缸，啊，可很多人还是分不清司马光和司马迁，哎，错，哎，甚至是司马懿，都容易搞混淆啊。再说王安石，估计很多人对他都不是很熟悉吧。而这个赵飞燕，她的知名度肯定比不过杨玉环吧。当然了，恭维野史这部分还是挺有趣的啊。但是这个《资治通鉴》门槛是不是又高了点啊？所以呢，总体看下来，你这篇文章文笔确实不错，但就是有一点不够劲爆。劲爆啊！我们就是要让读者看我们的文章时候，不停的哇哇哇，啊，哇，还有这样的事，哇，还可以这样，哇，原来他们两个还有一腿，啊！我前一段时间好像看过一篇文章，写的是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真实目的，是为了做外星人的飞行器跑道。你看啊，秦始皇、万里长城、外星人、飞行器，这就是劲爆点呐！这样的话题点击量瞬间就是几十万呀！咱们地球的飞行器都可以直上直下的飞了，他们外星人的飞行器还需要跑道才能飞啊？那是不是飞个200公里还得下来加点油啊？我说宇文呐，你还是挺幽默的嘛啊！你顺着这个思路去发掘那就对了。反正啊，现在没人要看真正的历史啊，现代人最感兴趣的那就是那些猎奇、搞笑、狗血的东西啊。你要是能够开窍，写这些劲爆的话题，再加上你这么好的文笔，我敢保证你在这个圈子里绝对可以日进斗金。哎呀，小婶婶是常客，董总可是稀客。今天董总怎么会有空也过来了？我今天是专程来给3位道贺的。3G 公司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飞跃，跟3位稳扎稳打、厚积薄发的精神是分不开的。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。董总过奖了。其实我们董总今天来呢，是想跟3位商量一下后续融资的问题。哎，这个我问一下，后续准备融多少钱？后续融资是大事儿，这关系到公司今后的整体发展。3位放心，我们云山长青一定会尊重3位的意见。咱们现在可是香饽饽，所有的资本都蜂拥而上，争着抢着投咱们呢。可是我们融这么多钱干什么呢？
当然是把公司做强做大呀。我们做面料就是做面料，你不能想着设计是你，成衣是你，销售也是你，那样就没法深耕一个行业了。其实，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那也是一种成功啊。葛老这人一辈子军人性格，直来直去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没必要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，慢一点，耐心一点，就会清醒一点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春种秋才能收，这是生活的规律，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对吧？可是现在是最好的发展机会，那我们就放弃吗？怎么会放弃呢？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可是我们也得为了未来未雨绸缪一下吧。小时候你还是没想明白，其实今天也就是明天，也就是未来。你做好了今天，也就有了明天，有了未来呀。我们早就跟你说过 ，slow down。是，您3位跟我说过好几次了，让我慢慢来。这慢慢来，并不是无所事事，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吧？也是一生活方式。你选择的生活方式，体现的是你自己的人生观。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你就会明白，这种生活态度乃至人生观，对你来说是有多么重要，甚至超越了你所说的投资人、母亲、妻子、女儿、朋友等等这些角色。其实啊，真的没必要那么着急。再说着急也没用啊，你再着急，一天不也就24小时吗？对呀，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那你为何不在有生之年把生活过得更幸福、更轻松呢？您3位今天这一脚急刹车，把我刹得都晕了。什么今天该干什么，明天又该干嘛？你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你就开开心心的回家陪女儿玩、放松，然后吃饭睡觉。等到明天，你就会发现，和今天一样精彩。我们领导还没下班呢。今天真是受教了，我们回去会好好想想3位今天的话。小沈呐，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必须要抓住的，什么是该放手的。对，什么是该放手的？老崔跟你妈那事儿，你也该放手就放手。去！你妈跟他们认识？不，最近刚认识的。这仨大爷确实是与众不同，被热钱砸晕的我见得多了，但是在资本面前能保持冷静的倒是不多见。我跟他们接触的这段时间，也不断的从他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。事实证明，你当初的坚持是对的。年纪大的人创业有年纪大的优势，老科学家确实活得透彻。董总，您今天运动了吗？我跟你聊仨大爷呢，你给我扯什么运动啊？是聊仨大爷呢，这不是仨大爷说的吗 ？Slow down， 还慢慢来，给自己留点时间，要不然趁着午休，咱们俩约趟瑜伽课吧。呀，不行，我中午的时间已经约出去了。那可太好了。我一直还觉得自己是猎手，没想到我才是那个猎物。在家里看到那么多的蛛丝马迹，都是他故意让我看见的。他故意放了那么多虚虚实实的信息碎片，其实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我的底线。我妥协一次，就是被他驯化一次。我还老跟你们说把老公当老板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你这什么老公当老板的论调，这是陆卫兵灌输给你的，是他一步一步把你洗脑洗成今天这样的，让你还觉得哎呀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。
你知道他是什么吗？他这就是 PUA 高手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在他伤口上面撒盐了。这不是请了刘律师来吗？我们赶紧想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也没有好消息。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陆卫兵名下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资产，包括最后一家公司也在2年前已经宣告破产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破产啊？当然，不排除他有转移隐匿资产的可能性。可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没有证据。他就能做到这么滴水不漏，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？反正从明面上看，确切证据确实没有。但经过调查，我们也发现，有一家叫马路丽莲的公司，有可能跟他还有关系。刘律师，我请你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帮我查，不论他把钱或者是财产他转到哪儿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。谢谢。会尽力的。马路丽莲怎么了？想知道陆维斌是不是股东，或者有没有人帮他代持股份？你可能不知道，陆总还有一个身份，马路丽莲的大股东之一。可是股东名单里没我是吧？那鸿飞呢？原来是鸿飞帮您代持的啊！你怎么突然想问这个了？他现在正在跟蒋静离婚呢，他想通过转移财产让蒋静净身出户。是，我还以为他们过得挺好的呢，怎么突然想离婚啊？哎，原因很复杂，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现在从离婚协议上来看呢，蒋静是1毛钱都分不到，唯一能查到的就是陆维斌跟马路丽莲这个项目可能是有关系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你，看看能不能帮帮蒋静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我怎么帮你都行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事儿吧，这于公，陆维斌是我们的客户，于私呢，他是曹大人的朋友。就算我不考虑于私，那我也不能轻易泄露客户的账户信息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说就是有。对不起，我只能说那么多了。你也不用对不起，能理解。真的，看来你是成长了。这要搁以前，你一定会跟我大吵一架，说违背良心和违背职业道德到底哪个更恶劣？都挺恶劣的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陆卫斌的律师约了我们见面。不用说了，肯定是争抚养权吧？我不会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他的。他陆卫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估计又是嫦娥战。可是他现在为了离婚，已经把财产转移得这么干净了，那也就是说，在法律的意义上，他没钱，他不比我多任何的优势啊。没那么简单，对方请的可是顶级大律师，这不像是会轻易放手的样子啊。那他会怎么样？这我也不好预估，但我们可以先定一个策略，当然，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态度了。如果对方提出要完整的抚养权，你肯定不同意是吧？我当然不会同意啊。那如果共同抚养呢？谁要跟他共同抚养？他1年到头才能见孩子几次啊？那我再多问一句，如果对方愿意为此而支付你一定的经济补偿呢？我不要，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他的。我希望我的孩子离这个渣男越远越好。其实今天请大家过来呢，主要就是走个程序。我方当事人认为，一切离婚问题都遵照相关法律执行就可以了。刘律师应该已经了解了啊。陆先生和蒋女士呢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分割的婚后财产。那至于婚前财产呢，这份协议已经约定的非常明确了，包括双方目前共同居住的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名贵物品，都属于婚前财产。所以，如果2个人离婚了，蒋女士不得对以上财产进行分割。关于孩子抚养权问题，贵方有什么主张？
抚养权问题，我当事人没有主张，我们尊重蒋女士的意愿。我主张要孩子的抚养权，而且要完整的抚养权。这个没问题啊，我方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每月支付相应的赡养费。你不要孩子？你不要的话，我可以要啊。那不过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再支付抚养费了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带走好了，我不争。只有这样的东西，它才能够博眼球、赚流量，才能够卖大钱呐。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历史，管它呢 ，Who care？ 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水煮鱼也吃了，螃蟹也吃了，还想吃啥呀？吃什么？吃什么呢？要不吃火锅鱼吧？没有了，再吃就吃不下了呀。螃蟹也吃了，小龙虾也吃了。小龙虾比螃蟹好吃是吗？那家湘菜其实也不错的呀，是吧？建国啊，有时间吗？怎么今天有空来看我了？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这不正好在你们单位附近吗？我也想回出版社看看。哎，不是听说你去了一家文化公司当总监吗？怎么，你这个想起回社里的事儿了？可能看不见去路，就容易像当初吧。怎么叫看不见去路了？其实前几天我跟郑智和王松聊天的时候，还说起你了。你的才华，我们几个都挺佩服的。但是这几年你在家里待的，说实话，我们都觉得挺可惜的。啊，对了，郑智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就是上次你过生日那回，他心情有点不太好，喝多了，所以调侃的话呢，就有点说过了，你别介意啊。有吗？我没觉得呀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老像是出了世间离了凡尘似的。我觉着，你就别想那么多。既然决定出世了，那就干出点动静来。高人才叫出世，我就一俗人，就一凡人。我这最多只能叫为五斗米折腰。怎么，总监干得不太顺心啊？说心里话，从本心上讲，这工作不是我想干的。但是我想的是，既然干了，就应该干好，就应该干出点实事来。我原本以为这家公司的问题可以靠吃吃药、打打针，再不行就换换血、排排毒，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。但是我到现在才发现，靠换血都没有用，得换头。如果这家公司不换老板的话，我无论做什么都是白搭，都是瞎折腾。不是，这老板到底让你写什么东西啊？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真实目的，是为了当外星人飞行器的跑道。李莲英是不是假太监，与慈禧墓被盗掘的真相，这不扯淡吗？不，他让你写这种哗众取宠的垃圾啊，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啊！这老板如果是这个德行的话，那这家公司算烂到根儿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好多了。起码我还算是个正常人。哎呀，那后面你有什么打算？反正如果要回出版社的话，工资肯定没有你那个总监高。啊，对了，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吧，我再把郑智啊、王松这几个老同学都约出来，咱们一起聊聊。算了，改天吧，我还得接孩子呢。你都当上总监了，还接孩子啊？
当这个总监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时间接孩子，在你们单位能行吗？先走了。哎，宇文啊，你真打算以后写什么外星人啊、假太监慈禧墓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改天我请你。行，那慢点啊。哎。对，我想给3个大爷找个财务总监。他们3个是搞技术的，财务这边是他们的弱项，那肯定得找一个经验丰富、能力又强的呀。好，你把那个简历发给我，先看一眼啊。谢谢，谢谢。你还在忙那3G公司的事儿呢？嗯，我听说估值都5个亿了。那也没有你的魔豆科技厉害啊。多少了？40个亿是吧？这回准备什么时候卖啊？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。我倒要提醒你，像3G这种不在风口上的公司，你能做成今天这样已经很成功了，但也基本到头了。因为你再怎么努力，它的天花板就在那儿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3G已经成了，你就不要再往里头投入精力了。市场这么好，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再去找点其他的项目。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，千万不要害怕错过什么。既然选择投一个公司，就要全力以赴地支持创业者走到底。所以说呀，市场现在这么好，不好好做点什么，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等等，妈妈下午我那乐队要去给一个超市开业，你想看吗？想。那我想想下午怎么去接你啊？哎，你不用管了，我去接他，接他看完演出，我再带回家。谢谢。他辞职了。我这事我确实不知道。这样，贾总，我先问问他再说好吗？啊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。